警察在行李箱里发现了一具女童尸体，法医判断她死前遭到了强奸，接着解剖后找到了男人体液。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体液里竟含有高浓度黄体激素，那可是女性荷尔蒙，多数是给高中女孩避孕之用，而歹徒用明显是为了抑制睾酮分泌量，它极有可能是被化学阉割了，同时里面还检测出了人造睾酮。听到这，警察当即明白了，歹徒自己注射了睾酮，试图消除化学阉割的效果，结果他成功了。女童夏丽的死就是证明。因此根据这条线索，警方把嫌疑人锁定在了被化学阉割的性侵犯身上，尤其是那些违反假释规定的。结果这么一调查，根据种种可疑迹象，最终他们锁定了3名嫌疑人，其中1号嫌犯4年前接受了化学阉割，最近在监管下移居到了案发当地。他犯的罪是曾绑架了一名10岁女孩，试图在车内性侵她，作案手法非常类似夏利案，因此警察首先找上了1号。哪知男人一见是警察，马上就知道有女童被性侵了，因为凡是找他的都是这个原因。可当警察问起夏利的事后，男人却嬉笑着否认了。警察当然不信，立即就给了他点颜色看看，要他老实交代。不料1号也很豪横。The guy you're looking for probably ejaculated in his victim. 哪知这一问倒把警察弄懵了，结果下一秒男人的举动更是匪夷所思，他直接脱了裤子让警察看，原来他为了避免冲动，早已经自宫了。这下警察终于相信男人是清白的了，然后他们就赶紧去找2号了。不料2号的母亲表示儿子并没回过家，他正在外地接受监管着，但警察岂会轻易相信，一眼就瞥见了屋外的面包车，可母亲称有1年都没动过，就是随便放在那。然而警察却怀疑那是作案工具，果不其然里面非常干净，可不像长时间弃置不用的。同时他们在垃圾箱里也有了发现，还真找到了一瓶用过的睾酮，却不料这一幕恰巧被母亲看到，她当即大喊这是私人财产，谁也不能这样翻找。可这是放在大街上的，警察想怎么找都行。然而即使事已至此，他还是不承认儿子回来过。结果警察当即拿起了那个药瓶，上面有他的名字。这下母亲终于明白捂不住了，于是又赶紧为儿子说好话，保证他已经改过自新了。但警察岂会这么容易放过凶手？随后就去公司把儿子汤米逮捕了，同时也没收了他的笔记本，说不定里面有证据。起初汤米还不承认，坚称自己按时去注射黄体激素，对女孩根本就没有任何欲望。可谁知警察立马拿出了那瓶睾酮，让他解释下这是怎么回事。不料汤米的理由竟是想做正常男人，也想和女人交往，于是警察就顺势提到了夏利，逼问他是不是凶手，但汤米还是否认了。而一见汤米仍是负隅顽抗，警察当即威胁起了他，声称我们有很多方法可以查证，比如你搭乘的飞机记录，你的旧面包车里是否有夏利留下的痕迹，还有你的 DNA 是否与那女孩体内找到的体液相符，并且在查证期间，你因为违反了假释条例，先要回牢里蹲10年。听了这些后，汤米突然痛哭了起来，终于明白负隅顽抗是没有好下场的，然后就彻底坦白了。I noticed her before with the other girls, just walking around. She set out like a little princess. I offered her a ride. I just wanted to talk to her. It was so sweet, lovely. In the van, she was crying afterwards. She was saying she would tell, and I had to keep her quiet, and she wouldn't stop crying. I had to stop her. So you gagged her? Yeah, and then I left to get some air, and when I came back, she wasn't moving. I didn't mean to hurt her. 真相终于大白了，哪知事情却并没有因此结束。汤米很是后悔伤害了夏利，痛恨自己不该被那个故事诱惑，不成想这一下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想知道是什么故事，汤米则解释是一个网络故事，就是有照片跟文字什么的，他们在我脑中挥之不去。而就在这时，大队长突然带来了重要消息，原来是鉴识科在汤米的电脑里有了重大发现，里面竟隐藏了40张儿童色情图片，其中一张很是特别，名为珍娜的故事，基本上就是讲述如何跟踪、绑架并强奸小女孩，再搭配上照片。结果警察仔细一看，又有了发现，他捆绑的方式和姿势都和夏利的一样，说明汤米就是学这个犯案的。然后警察就想将制作这些图片的人领定罪，可检察官表示顶多也就是散播儿童色情图文罪，定不了谋杀罪。但黄博士却十分支持警探的决定。Pornography desensitizes. Repeated viewing can condition arousal so that the viewer seeks out more violent, more degrading images. It can also increase the tendency to act out some of the activities that are portrayed. Hedges already molested children, so he was highly susceptible to these images. You view it, you fantasize about it, you do it. Sheree Lathan might still be alive if Hedges hadn't seen these pictures. 所以两人强烈要求起诉制作者，并且也已经锁定了提供图片下载的网站。见状，检察官只得同意逮捕他们。随后警察大部队就冲进了网络公司，结果恰好撞见他们在拍摄作品，这不正好人赃俱获吗？还是未成年人，却不料女孩已经19岁了。警察当然不信，于是女孩当场就拿出了身份证，可这更引起了警方的怀疑，没事干嘛随时带着身份证？哪知女孩的理由却很充分，她自称因为经常被警察骚扰，对此警察也不深究了，接着拿出了安娜照片让她辨认。可女孩不认识，于是警察开始追究他们幕后的老板，女孩只得老实交代，他们由出色娱乐文化有限公司控股，老板叫史丹利，而史丹利当即否认了雇佣未成年女孩，但警察手里有安娜的照片，
这一看明显就是未成年。不料老板竟不以为意，坚称公司没有未成年。可警察怎会相信？于是史丹利只好解释这叫虚拟情色。那个女孩已满18岁了，我们只是利用了 AI 技术，把她在图片上变得年纪小一点。但警察反驳看的人不认为她18了。结果一听这话，老板急眼了。可她就是18岁，并且看图片又不犯罪。接着大谈虚拟情色其实有益健康，提供了男性发泄释放的渠道，同时仍保护真正的儿童。显然警察不接受这套说辞，因为有人模仿犯罪了。结果史丹利一听愣住了，但仍坚持那我也没违法。不料警察的理由是真娜的故事是犯罪指南，所以你要为夏利的死负责。哪知老板很懂法，称自己是言论自由，还拿出了最高院的判定做挡箭牌。这整的警察也拿他没办法。事后鉴识科证实了史丹利用的技术，还拿本森的照片示范。使用 AI 技术后，几秒钟他就变成了小学生，并且在图像处理领域，色情行业的技术是最成熟的，所以想据此定他们的罪是不可能的。而这也引起了大队长的极大不满。可检察官也确定出色娱乐游走在法律边缘，利用恋童癖者的幻想赚钱，令人发指却完全合法。但大家不死心，开始想招怎么才能整死史丹利，不过却都被检察官否定了，因为言论自由。但警察怎么也不能坐视不管呀。结果检察官灵机一动，突然想到了一招，如果能证明史丹利协助汤米犯案，就能告他助长犯罪了。而想证明只能和魔鬼做交易了。随后检察官来监狱见了汤米，不得不和他做起了交易，最后以把死刑改为只蹲25年，换取了他对史丹利的指证。接着检察官就问起了详细经过。 January, right after I got out of jail, they just sent ads for websites at first. Usually they included samples. Were you tempted? Yes. But I didn't give in, not till they sent a preview of the story of Janet. Just a few lines and a photo of this girl dressed like a princess. So exciting. Ads for websites at first. And I read the whole story, and I saw the pictures, and I wanted my body to feel the way it used to. But because of chemical castration, you couldn't become aroused, right? Yeah. So the next day I ordered the testosterone. 既然有了汤米的指控，警察立即就来把史丹利逮捕了。而接下来就是对簿公堂了。检察官首先展示了夏利的捆绑姿势，法医则作证这与出色娱乐在珍娜的故事中所叙述的束缚方法完全相同，包括尸体的姿势、捆绑的位置、口塞以及绳结都是一模一样。因此检察官得出结论，汤米就是模仿了网上的照片犯案。可对方律师却抓住夏利是被呕吐物噎死的，让法医承认夏利不是被照片噎死的，也不是被故事捆绑的，或被一个网站塞口的，从而表明夏利的死与史丹利无关。随后轮到汤米出庭作证了。在检察官的提问下，汤米坦白化学阉割后已经都2年没欲望了，可在出狱后开始收到出色娱乐的电子邮件，推销他们的儿童色情故事，让我又开始产生了冲动。邮件内容是他们放了一张小女孩的照片，并邀我进一步了解她。我本来无视他们，但邮件还是不断寄来，我很努力不去看，然而里面内容一直说他在等你，给他真正想要的东西，这让我开始胡思乱想。我满脑子只想着那些东西，最后加入了会员。接着检察官问出了最关键的问题：你是否模仿故事内容来犯案的？对此汤米做了肯定回答，也就确定了始作俑者是史丹利。不料律师却提起了汤米的前2次犯案，全是性侵未成年少女，并让汤米确认当时的冲动都不是故事引起的，从而证明汤米本来就有欲望。可汤米却大声反驳，在我想控制自己的感觉时，他们一直给我发邮件。然而律师却从另一个角度反问 ：Did you enjoy kidnapping Sherry during that time? Did you have second thoughts about what you were doing? You knew it was wrong, but still you raped and killed her. 结果汤米的回答全是 yes。 Whose fault is that? 汤米自然认为都是自己的错了。这下史丹利可高兴了，律师也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可检察官却皱紧了眉头。而接下来轮到史丹利被质询了，他表达了对让孩童参与色情图文制作的痛恨，因此利用了 AI 技术，为喜爱少女的人制作了价格合理又合法的商品。然而检察官想知道他是否采取措施来防止向性侵犯推销，结果史丹利却含糊表示超过21岁的成人就行。接着检察官又让他承认色情图文会造成冲动，暴力色情会刺激情色暴力，所以可以合理推断，暴力儿童色情图文的目的是要刺激对儿童有暴力性的冲动。不料史丹利对此却大呼不知道，狡辩自己不制作那种东西，我制作的是虚拟色情图文，提供安全的发泄渠道，让使用者可以满足幻想，但不会性侵任何人。对此检察官还想驳斥，不料律师却提出了反对，他暂时也在无话可问了。而此时法官也看明白了，整个庭审过程中检方根本没证据，于是他郑重提醒检察官，除非能证明被告提前知道汤米要犯案，否则就驳回此案并不得再上诉，期限就在明天，然后就休庭了。这下检察官立马压力山大了。大队长不放心来酒吧看望他，检察官是相当苦恼。而就在大队长宽慰他之时，酒保问他喝什么酒，结果正在戒酒的大队长犹豫了一下后，只要了一杯汽水，并自言自语世上最难抗拒的就是诱惑。不料这句话突然点醒了检察官，他想到了胜诉的方法，于是立马来找了汤米，让他回忆出色娱乐总共寄了多少次邮件。
而汤米回答可能是50至60次，但最终只打开了1封，其余的都删了。接着检察官想知道他是否明确拒绝过，结果汤米还真做了，按照说明退订回复了题，可邮件还是一直寄来。就这样，检察官终于有了理由。第二天开庭后，就在陪审团面前陈述，史丹利将武器交到了汤米手上，但汤米曾拒绝过不止1次，而是21次。然而史丹利无视了汤米的请求21次。作为公司的 CEO， 他必须为公司的这种行为负责。最后，他将绑架强奸儿童的指南卖给了汤米，明显是助长了犯罪。而检察官陈述完后，就等着陪审团做决定了。结果最终陪审团认为史丹利有罪，这下他再也嘚瑟不起来了。检察官也终于松了一口气，虽然没有什么实质证据，可最后还是赢得了官司。无疑，这是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胜利。